Bonjour, je m'appelle Cassandre。实不相瞒，今天我们要来做一款经典又好做的法国家常小点心 Sablé Nondon 法国南特酥饼。我们需要的材料有冰的无盐奶油切小块60克，打散的全蛋液24克，无铝泡打粉2.5克，盐1小撮约1.5克，纯糖粉55克，香草荚半根，低筋面粉120克，将香草荚剖半，取出香草籽。把香草籽和盐加入蛋液中，搅匀并让盐溶解。这是使用平底的金属烤盘来烤，不使用烘焙纸。在烤盘底部抹上一层软化的奶油，把面粉、泡打粉、糖粉一起过筛，充分混匀。奶油要冰冻的，并切成小块。打成像这样的沙粒状。
加入蛋液，搅打成团。用掌根或刮板碾压面团1到2轮，让面团更为细致融合。包上保鲜膜，放进冰箱冷藏最少30分钟。将2克的即溶咖啡以最少的水溶解。取1/2小匙的咖啡液，加入15克的全蛋液，混匀后静置备用。饼皮的厚度约为 0.4公分左右，可以使用8公分的切模，这次我们用7公分的切模。饼皮最少要间隔1公分以上。刷上一层薄薄的咖啡蛋液，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，让蛋液干燥。再刷一层咖啡蛋液，用小叉子在表面画上纹路做装饰。
烤箱预热180度 C， 烘烤22到23分钟，或直到表面呈金黄咖啡色。出炉后，移到盛架上完全放凉。南特酥饼是法国西部南特地区一款非常经典，同时也很家常的小点心。南特自古以来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通商口岸，那从其他地区运来的甘蔗和酒都是以这里为转运站，然后再运送到欧洲的其他地方，那也因此诞生了相当多的美食。像我们之前分享过的南特蛋糕也是这里的代表性甜点。那这次的南特酥饼是采用沙布列面团制成的奶油饼干，那它的特色呢是口感酥脆，奶油香气浓郁，并带有淡淡的咸味。那从外观来看，大家可能会觉得它跟布列塔尼酥饼很像，只是布列塔尼酥饼它比较厚比较小，然后南特酥饼比较薄，然后直径也比较大。除了外观很像，它们的面团做法也一样哦。但由于食材比例的不同，出来的口感也完全不一样。布列塔尼酥饼因为它的奶油比较多，然后它比较厚一点，那在烤的时候呢，它必须要借助烤环来定型。相比之下，南特酥饼就简单多了，然后它的味道也相当的好，所以非常适合当做居家常备的饼干。那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尝试看看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制作这款饼干要留意的小地方。首先是面团的部分，沙布列面团的做法呢，大家如果看过我们之前分享的法式塔皮的食谱，就会发现做法上几乎是一模一样。那这种做法不管是用机器或者是用手，都是属于搓沙法，就是先将冰奶油跟干粉搓，或者是用机器打成沙粒状，然后再加入蛋液搅成面团。那用料理机来做是比较省事，但如果没有料理机的话，直接用手指来搓沙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做法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法式果酱饼干的影片。那沙布列面团还有一个做法称作糖油法，那它是把软化的奶油跟糖先跟鸡蛋乳化，然后再加入干粉搅成面团。那这种做法也可以参考我们之前做的布列塔尼酥饼的影片。那这两种方式我们都做过，我们是觉得吃起来几乎没有差别。那大家可以用你觉得比较简单的方法来做。再来是刷蛋液的部分，南特酥饼它的刷的蛋液呢，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是混合了即溶的浓缩咖啡，让它的表面的颜色比较深，同时带有一点淡淡的咖啡色，咖啡味。不过因为不同的品牌的即溶咖啡，它溶于水的比例各有不同，建议是使用最少的水量来溶解咖啡，那这样可以得到比较浓的咖啡液，那烤出来的颜色呢也会比较漂亮。那我们的蛋液呢是刷2层，第一层刷上薄薄的蛋液后，我们会先拿去冷藏20分钟，那刷第2次的时候才画线。那至于那个线条怎么画，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纹路，并没有一定的规则。那在法国很多的食谱呢是做成直径8公分的大小，我们这一次做的是7公分的尺寸，大家也可以做的更小的尺寸，但你尺寸越小就要用较小的那个叉子来画，同时花纹越简单越好。最后保存的方式呢，就是放在密封罐里面，然后在20度 C 以下的干燥处。那如果室温比较高，最好还是冷藏保存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 Gaston，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哦，也欢迎大家追踪我们的 IG、Instagram， 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